桌子，那在这个桌子四周呢，我们遇见了很多个他们。桌子既然搭起来，我想今年还是要再用一下，因为一年时间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至少会有一些新面孔出现。所以我想我们这一季呢再有一些变化，就除了脱口秀演员以外，每一期我希望能够请各行各业的一个女孩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各自所有都可以聊，成功、失败、喜怒哀乐一切。首先介绍一下邓露。我看过邓露很多的视频啊，她的开场白，我想请你再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文艺女青年导演艺术家，恰好这儿还有一杯水，那就可以演示一下。对，像我们这种文艺青年女导演艺术家来到遇见他们，哎，高低给大家面对面的表演一个正碗喝凉白开。哎，刚才同样的开场白，我们俩的字是一样的，有一个字的顺序不同，就有特别微妙的变化。我说的是文艺女青年导演艺术家，他说是文艺青年女导演艺术家，这个字的位置特别的重要，特别的微妙。为什么我把这个女导演艺术家放在前面？然后这个事儿是我觉得这几年，包括咱们这个叫遇见他们，这几年女性力量其实推崇的很多，但是呢，有一部分的女性是真的让我觉得是很值得作为榜样的。可是有一部分的女性呢，她在利用这个女性力量这4个字儿，对。所以呢，就让我觉得有一点不是很舒服，甚至于有一些女导演过来找我，她跟我说 ：“Lucy， 我需要一个女摄影师，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摄影师，你知道吗 ？Girl help girls， 你一定要帮我。”就是他把这个 Girl help 把你 girls 架起来了啊，就好像如果我拒绝了，你就说哦，你居然拒绝了女人，对，你居然拒绝了 Girl help girls，你居然不帮助女导演，那你还要帮助谁？就是一下就把我架起来了，然后当时就弄得我很骑虎难下，因为就觉得好像都是朋友的朋友，也不好意思推辞什么的。但是在拍片的整个过程当中，让我很崩溃。然后我每天在剧组里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不要哭了，你不要生导演的气，你不要生制片人的气，制片人、导演你们不要再打了，演员、导演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吵了。他被气哭去哪儿了？我去追，咔咔咔咔，我就去追了。就是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儿，然后呢，他会经常自称，像我们这样的女导演，像我们这样的女导演，就是听得我觉得很刺耳。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像我们这样的女摄影师，像我们这样的女摄影师，所以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反讽的梗，因为我不可能骂别人，所以我只能反讽自己，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就是文艺青年女导演艺术家。当然，我不是在强调女的这个事儿，那我只能是潜意识的把所有我想吐槽的所有的不管男女的，那我都放在我自己身上。哎，我觉得这就是脱口秀可爱的地方，就是我们说自己的话，其实会反而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很多话我经历了，我可以吐槽我自己，我没有把矛头指向他人，把矛头指向自己的时候，其实是无往不利的。邓露是一位新朋友，丹尼呢对脱口秀来说也算有几年经验的，但是对于脱友的舞台上是一个首次亮相，算是新人。但你通常一般第一次跟你见面朋友，你都怎么做自我介绍？因为我是去年3月份才开始全职做脱口秀的，但是在全职之前，我还是优先说自己是个音乐剧演员的。但是我接触到脱口秀是很早的，我是2015年就开始了，但是真正决定要做这个，当时是因为剧场关门没有工作了，所以就是
能看到的眼巴前儿能抓住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我最想做的。所以我就在30岁的时候，我生日那天开始下定决心就上开放麦了。其实现在来讲，我跟大家都会更愿意介绍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了。所以你看，人生有的时候它是如其所是，不是如你所愿。跟你们相比，步惊云在脱友的舞台上，包括这儿，其实是一个熟面孔。但是我觉得他这一年最大的改变，真的是，我觉得就是红气养人。你不觉得红气养人这个词，它其实客观存在的？但我觉得红气养人确实有点太通俗了。实话说，就是挣了钱养人。我觉得这是最俗气的说法。不是，我特别相信中国文化里面说相由心生。因为你带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你就演出多了，赚到钱了，你有粉丝了，有很多正面的评价之后，你内心就是舒畅的、自信的。对，对你来说，我觉得刚才你讲到的30岁，好像30岁这一天之后，开始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你很多的突然醒悟过来，都是在那一刻发生的。其实脱口秀最一开始，在我看来，它是我非常大的退路。就是我演戏其实经常没戏演，但是有了脱口秀之后，有了奔头，有了底，我很充实了。你发现了一个你新的热爱。对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也在准备做脱口秀演员。随时欢迎。其实片场有很多的事儿，我现在攒着呢，攒着留到那个做脱口秀的时候再说。报名吧，说不定哪天生日就过了。好嘞。就是像音乐剧的话，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演员表公示给到大家，说今天谁演什么，谁演什么，别人都会有非常明确的名字，但是我演的角色往往都是丹尼演的是三姑、阿姨、房东、奶奶，就是我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我只是一个辈分，就他给予我的名字已经把我定到了一个非常泛的一个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其实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很难。但是这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你厉害之处，你可以变成任何人。对，当我年纪稍长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了。是，其实是这样的，他可以变成任何人，但是需要这个在舞台上呈现这个角色是有表演空间的。而不是一个非常刻板印象的，甚至是一晃而过的一个角色，他太需要在舞台上，只有舞台上足够时间，才能够带来那个量变到质变的改变。在音乐剧的这个行业里，很多时候它其实是以音域音色来定义。比如说你是女高音，你就更可能去演年轻女孩；女中音，它就更倾向于让你演年长的角色。但是我的这种沙哑的程度，就是可以去驾驭老年。所以当你演这种年龄段的配角演多了之后呢，大家就会自动定义为，那你就是这个款式。对，没错，咱俩一样。你就跟我在荧幕上，或者是大家刷到的贝斯坦尼康多了，也有好多人就定义我，就是不是只拍那个的。哎，对，就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刻板印象。其实我们每个人先有一个标志性的角色也好，形象也好，先以这个形象示人，有一个讲述的，就让你记忆我的一个点。从这儿我们出发，再把这个路线能够一点一点拓宽。比如我觉得步惊云，布姐就是如此。你这一年变化其实非常大。对，其实我感觉卢姐刚说这句话，我是觉得不用纠结这些，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真的太多了。你就是先被记住，对，先被记住，再被认可，最后再被喜欢。我觉得就得有这样一个过程。尤其你像脱口秀，现在你几边节目加起来一年100-200号人，你能被一下记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得讲多新颖的话题。我觉得没错，就是我自己一个深刻的一个感觉。我以前特别讨厌别人一看见我叫我斯坦尼康，但是你看现在我段子拍完之后，人家有时候喝咖啡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是文艺青年女导演艺术家，这起码是被记住了。哎，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需要突破的第一步吧。而且你招人喜欢了。喜欢已经到最后面了，很难说一亮相就被所有人喜欢。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经历这样的过程，除非是那种真的是天赋异禀，或者极具路人缘，极有那种喜剧天赋，或者有特别强的亲和力的那种。只要是在公众人物面前，没有不被骂的，没有不被骂的。但你不应该先看到我开始被注意到了，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对，像上节目前就会给演员说。我说也不是我泼凉水啊，你们得要做好挨骂的准备，因为先给大家打这个预防针。我说肯定有人喜欢你，就有人骂你，但一般大家刚上节目，其实尤其是常年在线下演的演员，突然一上荧幕，那个批评的声音放大，大家真的会崩溃。我第一年参加节目，我蒙头哭了1晚上。是因为什么？
就是负面评论啊，你受不了啊，但是你就哭过之后你就好多了。当你看到夸你的跟骂你的你都没有感觉的时候，其实就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这种感觉，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你的内心没有那么大的波澜了，就好多了。有的时候你在那个环境特别难受，你不能每个人去改变他们，你其实需要改变是你自己的处境。你知道我早2年做助理的时候。人都是在现场阴阳怪气你，人那个时候呢，你焦点员很难，人家让你说一个女孩来给你一个职位，但是我就说什么呢？我说我还可以负责拍斯坦尼康的镜头，拍 CG， 那您把 B 级焦点人这个位置让给我，就是临时加 CG 的时候我可以上去。那你需要多担职位，然后你才能得到了一个助理的这么一个职位。一开始我去那个团队的时候还很好，那是一个电视剧。然后直到慢慢的开始有主演进组了，进组突然间发现这组有一个摄影组有一女的在扛着一摄影机，斯坦尼康特别沉，然后这演员就说了：“哎，我是第一次见人一女摄影师还扛斯坦尼康，你们这帮大老爷们怎么让人一女的扛着呀？”说了大概几天以后啊，这些摄影组的人脸都挂不住了。但是你说这个跟人家没关系啊。这职位有关系，然后你就发现本来这些人跟你关系都挺好的，突然间就变了。过差不多到1个月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我在现场 set up 机器，我在这量焦点什么弄好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摄影组人多嘛，都会找其中的一个人去打饭，去领饭，领完盒饭之后大家一起来分。结果我就回来之后看没有我的饭了，然后我就问那个拿饭的那个小男孩，我说：“哎，我说我的盒饭呢？”然后他说：“刚才导演不是夸你了吗？说你拍得好，你去找导演要饭去。没有拿你的饭，就直接直接怼着你面这么说。”啊，这登陆刚才讲的是一个，它近乎于职场霸凌，是一个很有毒的一个工作环境。其实每个行业都有，我觉得只要牵扯职场，不可能不牵扯职场霸凌。各行各业有社会的地方都会这样，各行各业都会这样。以前我上班也会遇到这种领导给你交代个事情，他没有说清楚，但是你按照他的意思完之后，他觉得不对，他直接把文件就摔到你，都很正常。这么酷，直接就摔过来了，就会议室一桌人直接就扔过去，就冲动，特别凶的那种。一开始小女孩刚上班的时候我会哭，后面我就已经皮了。我觉得人慢慢成长，你那个尊严、自尊心啊、敏感度就会越来越低，真的。现在就不会，现在你让摄影大哥直接给我摔个啥，我说行，我坐端，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年龄慢慢脾气越来越少吧。但是为什么登陆做的工作特别有象征意义？就是少数中的少数。我是93年开始做电视的，到今年33年，在今年之前，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合作过一个女摄像，一个都没有。今年我是在拍广告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应该是跟焦点的，33年就一个，就这概率。哦，那个导演快。现在给我拎个机器过来，有没有油机？因为我是后来拍了胶片，我才反应过来当年为什么女性摄影师少。因为我刚刚开始做摄影的时候，正好是换到 RED 第3代，就是 Epic 的那个年代，然后那个机器已经小了，但是镜头还是很大的。就是我第一次去拿那个，我说尝试一下，你拍机，1、2、3，走，你扛不起来啊，没动。对，完全不动，我当时就崩溃了。我说我是不是就要折在第1步了？连换机器都换不了，那我还怎么拍呀？所以这后来我就才开始就是健身啊什么的，因为你需要先把你的起跑线先画上。我觉得其实不是都非得要每个女孩都要强壮到可以使用斯坦尼康的程度，那一般人还真是做不到。但我是觉得，当有一个人在那儿。它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没错。就是当年我自己想做的时候，我也有点绝望，我也很希望能够找一个目标的人物，我去学习，哪怕是给我心里面的一种鼓励。但当时也很少。就是我有一个师姐，她到现在为止她是拍赛车的纪录片，所以当时她其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当第一次扛着胶片机站在陆家嘴天桥的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感慨，曾经有多少个姑娘想做这个行业都失败了，就是她们当时那种绝望。所以我觉得我生在当下这个数字发展这么蓬勃的这个年代，机器现在都轻了，最起码给我的是一个开启的一个力量，让我可以
尝试着进这个行业了。对，那么至于后面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人因为我站在那儿被我影响，有勇气去迈出第一步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要做好这个标杆。会的，首先我觉得技术带来很多的可能性，就跟刚刚邓璐讲的，因为数字时代到来，机器普遍的变小。你看，刚刚我说我这么多年摄像，我就见过一个那女孩，但是拍平面，去年之前我只合作过2个女摄影师，一个娟子，一个陈曼。到今年，女摄影师变得特别多，他们会认为女性跟女性她更能够细腻，那个化学反应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它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像星火燎原一点的。您说这个女性视角，我突然想到也挺深的一个事儿，就是您有一次好像作为线下观影叫斯宾塞的那个，然后我就是因为看了您的那个说了一点点那个斯宾塞，后来我去看那个电影，当那个电影看到第5分钟的时候，我就按下暂停键了，我就去看这个摄影师到底是个男的还是女的。果不其然，就是我的敏感，因为我之前你怎么看出这是个女摄影师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女摄影师。当在看他们有一种光影色彩和运镜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心灵达到的感触。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小 K 从底下缓缓的就往那个山上走，走到那个稻草人那个镜头，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镜头，一个平移，它最后往远处纵身走了。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女孩拍的镜头，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感触。对，我能够明白有些东西它不可言传，但你可以意会，可以感受到那种细微的差异。没错，瞬间有被赋能到的感觉吗？对，特别爽。越往后看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共鸣的东西，就是这个摄影师当时拍的时候在想什么。就是对于我一个从摄影出身，然后做导演到现在，我看很多电影的角度可能都跟正常的普通观众看电影角度不一样。我爱看这天发生了什么，就拍这场戏那天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个导演当时拍的时候怎么想的，然后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会在猜这个摄影师当时是怎么跟导演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沟通，有的时候是能看得出来的，但这个就太微妙了。明白。但有时候相信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感觉，对，他10有8九都是真的。对，因为你自己也经历过这些片场的一些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我会能看得出一些比较有趣的事儿。那同样的，像你们俩，像你看音乐剧，你们俩看脱口秀，你们是以纯观众角度去看吗？还是很难我做不到了已经很难做。我现在已经比如说做不到你对我现在看脱口秀，为什么现在这个笑点越来越高，反而很难被逗笑之后，就因为你知道一些喜剧原理之后，你反而笑不出来了。真的是有这种专业的角度去思考。我以前没干脱口秀的时候，看脱口秀，哎呦，给我笑死了。包括现场录制，我不瞒大家说，我现在录制我经常会恍惚。其实为了了解他，我去看了一点点关于摄像的这个知识点，就我只听了一小节，说你们这个摄像分为手动的和这个可能带稳定器的这种的拍摄的差别，就是有一个更抖动的，一个是更稳定的，这个就会更倾向于表达一种紧张的或者更真实的画面表达。我说哇，我只是知道了这一点，我可能以后看电影我都会带着这个念头去观察。一旦有这个专业的知识，更何况他带着那么多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在观察一个作品。但我的感慨就在于，作为演员，你知道我在演的这个剧，它其实没有那么好，所以我的职业告诉我要好好去做。但是我身为演员的追求，让我觉得此刻我的艺术创作没有得到满足，甚至我很难受。人会很分裂，对吧？其实是的，就是我要活，我得挣钱。但是这个东西，它的这个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的剧本就越来越趋于相同了嘛。他经历了一个平凡人的故事，最后逆袭了。但其实他一上场，你就觉得这个人他就不可能是个平凡人，所以他后面自带主角光环的平凡人也太假了。你看舞台剧的演员，话剧也好，戏剧也好，他的台词，他的表演，我能够，哪怕我在最后一排，我能感觉到他长什么样，其实你真的看不太出。我觉得也是，作为摄影师的话，我自己都有这种感觉。就像刚才卢一姐说那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表达我在艺术上面的追求？我接到了一个不好的片子，那我只能努力的把它画面拍美，我还能做什么？以我的能力，
我只能是让它变成美一点的镜头，美一点。我们也是，就是当演员接到一个非常非常不合理的剧本，完全都说不通的故事的时候，你只能把你自己那个部分补齐就不错了。就是我能把我这一个交代的叙事的点，能清楚的告诉你们要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这个部分就已经非常尽力的做完了。我们现在一个角色，每个人演的都不一样，那可能我还需要做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有更精准的表达这个人物。前提之下，我还能区别于别的人，让观众他愿意多次进入剧场的时候，还看到一个新鲜的、不一样的哦，还可以这样去诠释这个人物。可能这就是我这个工作中的乐趣之一了。但我觉得作为演员，如果是我的话，占一头，要么我演一个特别有发挥空间的角色，或者我能够赚到很好的钱，也可以。对，只占一样的。对。到后来是觉得这2样都不占，你再等的话，可能也会有一种时代就你的年华被蹉跎的感觉。以前他们就是说，当你演好这个，你就是一招鲜啊，你也就吃遍天下了嘛，就会有这种是好像被安慰到了。但是事实上是，后来女性角色又少了，年轻女性角色还能存活，老女性角色就慢慢的就不再出现了，因为他们宁可愿意让一个女性角色演多功能人，我们叫 multi man， 她既演老年女性，又演中年女性，又演青少年女性。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成本。其实我刚才说，鲁豫姐说的很对，就是说好的作品要经得起时间推敲，我要反复打磨。但是其实现在是有好的作品的。其实香港有一个作品叫《大壮王》，在我们这行业一下子就掀起了风潮，所有人都觉得哇，我们中国音乐剧很好啊。但是我们行业的人看到的时候，你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吗？就是绝望，就是我好像在我有生之年。我可能演不到一个这样的作品了，就是那种绝望，就是会。这难道不应该带来希望吗？就是我们终于出现这样一个音乐剧，那意味着假以时日，这样的剧可能它只会越来越多，不会给你们带来希望的感觉吗？但是，那我给您打一个比方，就是最近有一个低成本电影特火，阿妈的情书啊，对。然后呢，我们这个行业里就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风波，是不是低成本的都会火？它跟低成本本身没有本质的关系，是因为导演用心创作了一个好的剧本，一些特别具有情怀的真实的素人演员，完美的演绎出这些角色。对呀，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座的几位，其实大家都会面临不同的人生的阶段，都在有不同的改变。我觉得刚才接着还是丹妮的这个讲，因为你说你特别明确的在30岁生日那天，你说我要去尝试一下，但所有的决定改变之前，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一个蛰伏期。就慢慢的有个念头在诞生，一点一点的遏制不住，它终于有一天爆发了。你大概在那30岁生日之前，你有多长一段时间内心觉得隐隐的不安、躁动，在变换跑道、举棋不定？多长时间？我是15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开放麦嘛，然后北漂完了之后就来沪漂。沪漂的第1年，我也开始在上海看了开放麦，因为开放麦很便宜嘛，2块3毛3，我就去广泛的去看。我说真好，我也要试一试。但是当你动笔的时候，你就发现不行啊。你自己表达的时候，发现哦呦，还是挺吃力的。落笔那一刹那，你就被哽住了。然后呢，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就是打退堂鼓很快的啊，放弃很容易。然后直到我参加了一个节目叫《奇葩说》。那一年是脱口秀演员最多的一年，我在那一年是遇到了小鹿、子莹，我说哎呦，他们好厉害，他们的表达这么风趣，还能说服力，我也喜欢这个。那个时候很快我们剧场关门，不能演出，没钱挣了，然后我说我得做点什么了。然后正好我录了一个节目，我跟有一个演员叫于矿，他跟我是组员。他就是脱口秀演员，我说你能把我拉群里吗？他说没问题啊，欢迎你来。哎呦，怎么会有人这么慷慨啊？我每次都报，然后就告诉我你一定会报上的那一天，我就准备好了就去了。然后那天上台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这是小场面，我都是演大剧场的，应该还好吧。但是你到了那儿，你就会发现这人也离你太近了吧。每个人的真实反馈非常清楚，他们怎么反应，你是一下就能直接反馈到你的。我就觉得。这个感觉我需要，它很新鲜。我长久以来在剧场里，我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听从编剧的话，说他要的词，听从导演给出的调度，走他的路线，然后再听从
制作的层面给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你的对手要给你的反馈，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你可能真的是忽略了自己真实的声音，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但是脱口秀是完全在那一刹那，我知道，我如果不去问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就写不出来任何。对，而且表达也是需要练的。是。22年的时候，然后我的朋友就是鼓励我说，你可以尝试一下写剧本，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做摄影，我就老觉得如果我有动了导演的念头，或者是写东西的话，我是不是对摄影这个行业就是没有那个匠人精神了？然后后来突然间就开始写东西，后来写着写着，我就突然间有一种上瘾的感觉。然后我在写剧本之余，然后就在写这个段子，包括拍一些视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而且我发了视频，它就有反馈，这跟电影不一样，它比电影的速度快很多。对，所以你就能知道你这个文本对不对，你观察的视角对不对，是不是真的这个事儿是真的搞笑的。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是我现在拍短视频，我觉得是对我做导演写剧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助力器。包括我现在长篇剧本我也还在写，对。也会发现太难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步惊云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从去年开始，他的创作你就觉得这个人起飞了。去年有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升级起飞点，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还真没有这感觉，大家都说啊，不解散稿子质量进步什么的，我是觉得心态变了，然后社会角色变，我觉得人还是得经历。我觉得脱口秀最大的魅力就是真实，如果没有经历的事情，我是写不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想得多，然后经的事儿多，你之后，你那个责任感又强，尤其你又觉得很多女性困境，包括一些东西，我这个东西没有解决，我还去讲一些，对吧？对，我有一种羞耻感，我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那种感觉。你的意思，你在利用这个伤痛，但你又没有办法给出解决方案。对，然后我尽量用喜剧去表达，但我的能力又没有达到。你像我去年讲贞操那一篇，这几千年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就靠我5分钟的脱口秀就把它解决了，是不是这个感觉？包括所以为什么上一期录制大刀那一篇，我就在现场就崩溃了，因为我能感觉到他那一篇他流了多少眼泪。他讲他爸妈离婚之后，他为了跟一个后爸带的一个后弟，他讲到后弟争取妈妈的爱，他尽量的去抽象化，但你能看透那个抽象背后的痛苦，所以我就绷不住了。所以我现在讲的很多段子都是这个问题。也有朋友劝过我说，不姐你应该先轻松一点，你轻松完之后，我说我已经过了轻松那个阶段了，我现在已经是妈妈了，现在又是养家糊口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今年第一篇就讲了一个我在外面挣钱养家之后，姐夫在家全职带孩子，所有社会的声音，包括亲戚的声音，包括家里人都会觉得看不起姐夫。有人会说姐夫很伟大，有人会说男人怎么能让女人养呢？我那个情绪一下就涌上来了。有一天我进门之后，他跟我说：“你知道西红柿多钱1斤了吗？”说完之后就去，说完之后这个是真的细节，真实的细节。他把这句话一说出来，我那篇稿子一口气就写出来了。因为他当时说完那句话之后，我整个人下头了，下头了，对，下头了，就是你能感觉到为什么。我就要把这个为什么说透，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去讲。就是我天哪，这以前也是我强迫手追到的一个男生，这怎么现在成这样了？我进门就问我西红柿多钱1斤，你知道？就是根据那句很俗的话，妻子就是一种处境。而且我这两天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老公现在变得啰嗦了，让我很崩溃。他以前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不说话，但你现在发现他干了妈妈这个角色。他就所有的以前咱不理解妈妈的点，你在一个别人的你自己看一个妈妈，你就会发现妈妈就根本就不是一种性别。他天天在，你吃饭前你洗手了没？你放学回家你先把书包放下来，你就会发现，哇，好啰嗦，好受不了。但是你是因为他干了妈妈这个角色，你就完全理解了。也是今年第一篇这个稿子之后，我才想着来参赛的。我今年其实都没有比赛的欲望，但是就是这篇稿子之后，我就心想，哪怕只把这一篇讲了呢，我也得把这个处境这个问题说出来。我觉得还是有那个表达的欲望，刺激了我表达的欲望。你知道你讲的特别好，你就说妻子其实是一个处境，对，她其实不分性别，谁在那个位置，她一定会这样表现。你知道我这一段时间我采访的一些，如果是女性嘉宾，像你一样事业有成，还有一段稳定的婚姻关系的话，他们的婚姻关系大多数像你这样，它是反社会常态的。我们通常意义上男主外女主内。
在一个事业相对有成的女性的稳定的家庭构造里面，它一定是反过来的。我发现我们自己内心也是有刻板印象的，对，我们也是有自己很难突破的一个局限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嘛，我就觉得咱都不处那种，已经算是思想没有那么被束缚、被规训的。问你为什么你觉得他干这个事还是让你觉得别扭？就是因为你觉得传统的这个角色应该是你，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会笑。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笑点的来源。这是步惊云这1年多这段时间他自己在经受的一些改变，因为你就是在事业上升期，明显的看到越来越好。对，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老会说脱口秀女演员爱讲女性视角，有时候不是你故意去讲，他就给你送素材，你知道？我去年开始就在外面演专场，因为我的专场对母老虎专场母老虎97%-8%大部分都是女观众嘛，有偶尔1、2个带着弟弟啊、老公啊、男朋友来看。所以我们就会把剧场的男厕所封掉，因为全都是女生，你就没有必要考虑男厕所的。其实一个女性群体就打造一个全女的一个场域嘛。在哪一个城市演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就破防了，男观众破防了，他没有在厕所门口排过队，他不相信男生上厕所要等，他就在门口骂。真的骂了，然后我们的同事他就说：“布姐，你马上上台了，本来不该跟你说个这个事儿，但我害怕这个观众应激，在剧场你演出的话，他会喊或者什么，你有个这临时的对应变反应嘛。”哎，我当时就把我逗笑了，因为我突然就想到说，一个这么普通的事儿，就是我是一个燃点这么低的人，我从来都没有因为上厕所排队而生气过，哪怕我闹肚子，我也会整个商场一层一层跑，我从来不会说我在门口大骂一声脏话我走掉。我说哇，这点忍耐力都没有吗？我一想，不是，这就是长久的便利惯了。我就想到，因为我经常跟我老公上街，每一次都是他在门口等我，因为他从来不用排队。男生上厕所就是方便，就是快，然后女生的厕所它就是有很多的不便，然后很让我感慨。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刻意你在讲一些什么性别问题啊、男女问题，它就是客观存在。对，我们刚才也说我们自己都有局限性的，对吧？就他也能理解，就慢慢来吧。我觉得这真是太需要。所以你看，你就是进阶了。是的，你今年讲的内容，我觉得又上了一个台阶。对，而且去年也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又一直也是一种好像是一个姐姐的这种形象，去带着演员好像参赛一样。我今年比赛前让所有的演员都跟我解约了。像咱今年参加节目的这些演员，我全部都解约了，大家都去签效果，或者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我就是以前会有一种特别强的责任感，感觉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帮助。我跟你说，你经事之后，你就会觉得，哇，我一直都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我的前面，不行，我现在已经36岁了，我得在乎我的感受了，我的青春，包括对，我今年录制第1场，又有一个新的感受。我 talking 说了一句，我说我现在确实带孩子比较少，因为我这2年逐渐感觉到我女儿的童年只有1次，但我的青春也只有1次。现场倒吸一口凉气，大家会啊，怎么能说出这么自私的话？你可是个妈妈，我能感觉到那一口凉气。所以我就会觉得，看来我还是得说，得打破一些大家就是只能让妈妈去付出。这个孩子的生命从起源开始到好像成长的过程中，这个第一责任永远都是妈妈。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这个不是现在很多大家会觉得，妈妈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某个男孩或女孩的妈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口号。当你讲到一个具体的故事之后，心里多少是会有这样的评判的色彩在。你包括我是为什么觉得那个厕所那个事让给我个震撼，是因为我就是觉得脱口秀的观众已经是思想很开放，大家的想法什么都是很先锋的，他还能发生这样的事，你可见在传统的行业或者更刻板的一些思想的那些人里，他更很难接受一些这样的。你包括我老公全职之后，我家里的亲戚都会觉得，我爸都会觉得，你真让他不上班，你真要养他，就这种。然后就会这个话说的，就是谁养谁，这个话本身对，就是让人很难接受的一个表达。而且我俩的关系一直被外界要说成一种女强男弱，我特别讨厌这种家里的关系谁强谁弱，我就觉得这肯定就不是爱家的人说出来的话，因为我始终觉得家里就不是争强弱的地方，家里就是讲爱的，大家是平等的。我为什么敢这样很坦然的讲我跟我老公，因为我觉得他的付出不比我少，我不觉得挣钱的人就比不挣钱的人厉害。所以我觉得我的段子的底，我就说在家的人他也很厉害。这个家不是一个人能撑起来的。啥叫一个家？那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但为什么一旦不挣钱，好像世俗上都没有成功，所有人就会评判你？你看，说起这个，就各自的局限，我们都属于比较新时代的新女性。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然后就是从去年到现在，就觉得自己职业上呀，包括家里，感觉就是去年比以前更规律了。就是周末在外地演专场，周内回家跟家里人待着，好像
不再着急去外面，好像以前就是朝外所求一样。你现在就会觉得给自己一些时间，包括一些演员一些事情处理掉之后，你就会把很多精力放在自己身上。但是你们认识的时候，恋爱的时候，就是2个人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吗？还是2个人？恋爱不存在主外主内吧？就是恋爱我觉得都是很忙的。对，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上，我俩是学生时期恋爱的，就会觉得一直都在一起。对，一直在一起。我俩大一开学我就追他，然后就一直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布姐她刚才说，她跟她老公基本上都在一起。你看我们这个行业都是属于是那种恋爱都是男主外女主外，这个我喜欢。我爸妈也是这样。对，我觉得介绍一下，他们家是电影世家，他是电影第3代，他们家全部都做电影幕后的。他外公什么，他妈妈、他爸爸有做摄影的，有做服装道具的，就全部都做幕后工作的。然后两头都不在家的那种。对，因为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所以我长大之后，包括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长大的，所以我们就很习惯。然后有一年我在那个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然后当时有一个女性电影基金会，我在台上面讲了一句话，当时我给发成了那个视频了。开篇的一句话就是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影视世家里，然后这句话当时在网上一度被好多人黑掉了，因为平凡的世家对。然后呢，我当时骂的人特多，我妈就问我说你会不会生气啊？我说我不会啊，我说我只要写一句评论，我说他们就大概能明白了。我说你们见过3代木匠吗？我说你们见过3代都是做影视道具的吗？你们见过3代场务吗？但这些事儿都有啊，你们就没有看到过真的就是3代幕后裁缝？肯定有啊。那为什么我不能是一个平凡的影视世家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平凡，不能坚持3代呢？手艺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看？因为大家只看到了他们看到的那个信息高端的，那个上热搜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会拿这个事儿去当一个就是黑料什么的。那个邓路他早期做过什么工作？就他妈妈不是都是做服装啊、道具啊什么的。他当时举过一例子，我们看《十月围城》，曾志伟穿的那个军装就有一个像肩章有穗穗什么的，还有那个他负责的。我今年再去看当时《十月围城》那个电影，就是除了剧情感慨之外，就是每一个片段我都能看到很多当年的事情，包括影子。然后当时曾志伟有一个镜头，就是他看着孙中山先生马上就要过来，那个船就要过来了，然后他就那样看着，然后那个镜头正好是拍到一个他大特写，他那个肩章的一个碎碎那个带儿，那个带儿是我当时我编了两种不同的材质编的，然后最后用的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镜头里面出现了一个我亲手编的东西了。这个就是我当时作为一个服装组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成员的那种骄傲，跟我如今做摄影师拍完了一个镜头，这个镜头被完整的用在了电影里面那种骄傲，我认为是一样的。感动。对，所以我觉得你自己的付出真的做到了你自己热爱的那件事情上，平凡与高光是一样的，对于你来讲。你知道他刚才讲到他是被人喷了，说是那个一个第3代的普通的电影世家，因为他的确，你的外公是做，我外公是做这个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我姥姥和我母亲是做服装造型类的，然后他们是做那个骆驼祥子的那个妆造。对。但那部电影是拿到第3届金鸡奖的最佳道具奖的。所以可能他们那个团队对都得到了奖，就相当于是一个团队。然后我姥爷在做摄影助理的时候是1931年，什么1931年？就相当于是我如果要是坚持到了2031年，我们家就是100年世家做摄影。它是这样的一个世家，就我们一想到世家，的确我们心目中只有什么星2代。企2代、富2代，没想到其实普通人家、普通工作，他也可以有传承，这里面也有专业。你知道他妈妈当年参与的那个《骆驼祥子》导演林子峰吗？林子峰后来拍过一部电影叫《春桃》，春桃主角是刘晓庆演的。前一阵我采访过刘晓庆，她那个春桃是一个拾荒的一个女人，就捡破烂的，那个筐真的是一个捡垃圾的一个筐。他去拍捡破烂的画面，真的在一个垃圾场的垃圾山里面去捡，完全的真实细节。
我喜欢大家对于细节去精益求精，最骗人的都是细节，吹毛求疵的那个手搓的时代，那个过程。而且现在的演员，我觉得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有一次在片场遇见了一个挺年轻的一个女演员，她那个戏份就是她作为一个北漂搬家呀，搬到一个新的住的地方，很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旅行箱啊，再拿几个袋子。人那个道具就是会怕演员拿不动，一般会给演员一个空的行李箱，没有配重的。但是大家都能知道，有配重跟没有配重，这我们能看出来。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事儿，比如说一个咖啡杯或一个水杯，这水杯对美式里面没有，有没有东西？这个一拿起来你演不了这东西，你就让他真的是有一个又怎么了？然后拍完这一条，导演就觉得这不对，哪儿不对？然后呢，我就只能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我说：“哎，这箱子是干嘛的呀？”我说这道具老师啊，这箱子就是他那个剧本里不是写着吗？他这个被房东赶出来了，然后他这无路可去。我说哦，那这箱子里得不少东西呢吧，是吧？我说看着好像感觉是没有的样子，这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咱也不懂啊，咱就问问。然后呢，导演突然说啊，是不是咱们应该往里面加点东西？就所以这有的时候我自己，你做摄影你还得有情商，然后你还得随时发挥你的这个剧本。学了那么多艺术，最后用上的是语言的艺术。但如果我是演员，我非常希望这个箱子能够帮到我。如果是个真的沉的话，我都不用演，我本能的反应就是对的了。对啊，这就是抓手，这就是演员跟演员的差别。对。我们音乐剧的这个置景当然没有他们电影置景那么写实哈，很多演员就会觉得啊，我演这个年代戏，这个年代的衣服不好看，那我决定自己去买一个，我自己穿我自己的衣服。然后老师们也很没有办法，现在我能感觉得到。那每个剧组每个工作环境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那个人可不可以出来为了整个剧的质量来说一下，说你不能够这样？但不是每个人都敢的，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说这个话的。就是会怎么样说这个话能让他不生气。我会像你一样，就是说话委婉，我会去夸那个做对的演员。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角色需要演一门乐器，这个演的人必须得会这门乐器。有的演员他就会私下里死磕这个乐器，我就要演到我真的会这个乐器。但那个人就是放音吧，我对手做手势啊，但我就会一直去夸，我说哇，你这么厉害，你真是专业演员，你太棒了，你确实是不错啊。就是我可能会这样。我们这个就是需要团队合作的，跟脱口秀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就是你每天你要跟演员从早上9点钟开始排练，排到下午6点钟，这个工作中就是要人际，就是人际关系很重要。你私下里关系不好，你搬到台上，那个东西观众是能认。一个事儿就是有的时候电视剧啊分 A、B 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需要去 A 组拍完剧照，然后去 B 组拍，它可能这两个完全不在一个地儿。结果那几天呢，都是我们收工都很晚，大家就晚上一块吃夜宵。比如说我还有那个场记老师、化妆小姐姐，然后还有一个男孩子，然后呢，当时我们晚上就一趟车就去吃夜宵去了。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呢，那个生活制片就跟我说，咱俩今儿晚上吃夜宵去呗，就请你吃什么什么。我说那行，那咱叫上那个谁谁一块儿去。他说就咱俩去吧，非叫他呀。然后我当时一听，这就不是正常的吃夜宵的事儿嘛。我说那我今儿太累了。我说那个就反正你找事儿搪塞嘛。从那一天之后，你要工作，你需要从这个组拍完了去那个组，你需要调车，然后等着吧。你着急吗？你要着急，你山头自己爬过去。然后当时我也是年轻气盛，我拎着摄影箱子我就爬山了。到现场之后，制片主任特生气，制片人正好也在现场，怎么这么晚？我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中间的发生的什么事儿去说了。但是我觉得很多职场的女孩可能遇见这种的，她构不成性骚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女孩都不敢说。包括现在去好多地方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 PPT 上写3句话。我说其中有一句特别重要，是送给很多女孩的，就是没有一份工作值得我们用尊严去交换。
如果你觉得这方面对你有不适了，请你寻求帮助，一定要寻求帮助。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你刚说有3句话，一个是没有一份工作值得你，没有一个电影值得用生命去交换，没有任何一个镜头值得用安全去交换，没有任何的一份工作值得用尊严去交换。非常赞同。对，然后呢，很多人还会 diss 我说，你看看，连为电影，连为镜头都不值得交换了，难怪现在的电影会这么差。然后好多人都会说什么，你看史泰龙啊，什么你看人家成龙啊，你看什么一堆。我说是，人家都试过无数次了，人家是有多少安全保护。但是我指的是什么？你知道有一些摄影爱好者或者是一些年轻的摄影师们，他们有多敢？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他们敢在后备箱就这么吊着去拍，真的大有人在。太希望能拍一个好镜头了，对，所以有的时候老是觉得赌一把，往往赌一把就在那个时候出事儿了，一辈子这对我是个巨大的提醒，就是一定不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场景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大家会觉得就是瞬间嘛，就一下子，对，怎么可能呢？但是万一呢？对，是个警醒，就是一个判断。我之前有一次印象特深，在一个摄影棚，一个模特在那个大玻璃上，那个玻璃巨大，然后呢，就底下就4个柱子，我就感觉那个柱子都有点颤巍。然后呢，一开始那个镜头是导演是想让我从那个玻璃底下去拍那个大模特，在上面特别酷、特别炫，有一些近光啊什么的。拍完了，然后那导演就跟我说 ：“Lucy， 说你要不要挑战一下，站在这个玻璃上面，跟那个模特一起互动一下？”我说：“首先，导演。”我说这个您可能用不到，二是这角度也没有说跟平地里差太多，所以我不建议。你真不想挑战，一直在游说，我真不。结果巧的是，没有过多长时间，这个玻璃突然间就是因为一个很小的碰撞，呱碎了，底下正好有一个道具在那站着，直接送医院去了，就是一瞬间的判断。如果当时真的上头了，那可能在座各位就现在见不到我了。很多安全是需要预判的，不是说它发生了，对，是吧？你有一定要那预判个意识，对，那种安全。其实不是什么预判任何东西，而是你有一个职业的准则、工作的流程，这个是在任何时候你都要去遵守它的。没错，很多时候你会觉得遵守它显得很傻，但是它存在的原因就是预防万一，但我们很容易忘记它。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像你说一开始就是跟你妈妈他们去在剧组里面做服装师的助手，等于是？我觉得是这样，可能也是跟从小耳濡目染有关系。因为我从小，比如说在那个放了学之后，会去北影厂等妈妈下班，但是妈妈正在拍片，对，然后所以呢，就是在片场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对。然后我可能是在服装设计的同时，你肯定会拍一些记录下来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慢慢的也喜欢上了摄影。对，因为我觉得追梦已经很难了，如果有一些追梦在要完全克服自身体力、身体的条件下才能够追梦的话，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对，因为有些东西是，如果你让我去做斯坦尼康，我肯定是做不到的。现在我没有必要完全的强制要求自己去跨越自己身体障碍才叫真的追梦。我觉得人生的确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个地方，对，所以我会觉得他的成长脉络，像他说他是耳濡目染，在那个环境里面。那像丹尼，因为唱歌这就是天赋，我与生俱来有个好嗓子，我将来必然是走上唱歌、音乐剧表演的路。对你来说，这是一个从小就已经能够看到的一个方向，对吧？一切都是很清晰的。我家里没有人做这个，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榜样和借鉴，都是纯靠本能吧。然后初3的时候呢，我才开始上这种课，就觉得哎呦这也太好了。然后正好中考的时候成绩就是只能去上我这种艺术类的，那时候的分数是要求的线跟现在没法比，是低一点，我就正好擦边能考上一个重点的高中里的艺术班。我说那可能这就是命运的指引吧。巧了，我也喜欢。那时候小时候电视里不是会有那种点歌节目吗？打电话我要送给谁谁一首歌，我天天就能看这种节目。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很喜欢音乐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跟职业化还有多远的距离。然后上了高中之后，开始进行了非常系统性的学习和训练。我说这也太难了，它跟数学一样缜密而充满逻辑，它需要非常理性的思考。所以我接触了理论之后，我发现哇，它远要
超过我的想象，是那么的复杂和难。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是要挑战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它到很远。然后高考呢，其实我那时候我的眼界很窄的，我们那年代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音乐剧啊，哪有什么音乐剧，就只是在电视上能看见什么，这就是我肉眼可及的梦想了。你当时应该已经看过《妈妈咪呀》这部电影了吧？没有，对，我是一个小音乐之声城市来的。看过吗？那时候？那也都是只听过片段，并不知道它来自于一个音乐剧，就是咱们都能对上号的其实很少。然后我就考到了学校，我是廊坊师范一个2本的师范院校学音乐。然后大4的时候，我们那种赏析课可能会放一点这种电影，但你都不知道那是一个音乐剧。然后后来呢，我的放赏析音乐剧的这个老师告诉我，在北京大学呢，现在招音乐剧演员，是全英文的。你想试试吗？我说行啊，我考4、6级呢，我想试试，纯是为了练英语。然后一听北大，我想旅游，我想看看北大长啥样啊！哇，我那时候面试我就觉得，音乐剧也太好玩了。准备一首歌，然后准备一段你的形体是协调的展示，然后再说一段台词讲故事就可以了。那时候还很简单。我慢慢的我就发现，虽然我没有学这个专业，但是其实我已经在我前面的学习的这么多年中。我已经吸收了一些我需要的技能，然后我慢慢的我来到上海之后，音乐剧才接触的就是我觉得是密度非常高的，所以我就开始沪漂，就定在上海。音乐剧对我来说完全是我意料之外的选择。那时候我身边的同学都在考研，考教师资格证，去老家结婚生孩子，当音乐老师哈。对，这就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了。其实我还觉得我挺感恩的，虽然那段时间没有工作，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知道如果我闲下来，我肯定完了，我会质疑自己，我会迷茫。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去北大旁听上课，然后或者去交大旁听上课，然后或者就去参加演讲俱乐部，就是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觉得是好奇心在拯救我。我觉得咱俩还真挺像的。我那时候中间没戏拍的时候，我就去做婚庆，要不就是有婚庆摄影。对，婚庆摄影去做那种活动跟拍。然后我印象中，你啥活你都得接那种拍的。然后也会有那种就是遇见一些单独的私单，就什么啊，你给我拍一个电影吧，我失恋了，我分手了，或者是我什么恋爱表白视频，就那个时候有。对，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还有这种干了半天还不给尾款的这种。我们也是啊，我们音乐剧演员就是那种还不是说普通的我们这种线下演员，有的是那种其实流量已经声量很大的演员，也是会拿不到钱，3、4个月都是大几万，没招了，所有人都打水漂了。是因为剧组破产了，还是有这种？对，有的是破产了，其实就是音乐剧票房赚不回来钱。现在，我也遇见过，就是朋友演员做那种。就是他不是音乐剧，他就是话剧，然后几个人就凭着热情为爱发电，然后对做了一个什么话剧，结果做完之后根本就交不上钱，还得搭钱。所以我就觉得听你们这么一讲，我就觉得那些有机会的人，如果不珍惜机会、不努力的话，真的是不应该的。因为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就是命运是不公平的。很多人会经历你们经历的那些起步阶段的艰难，但有些人是没有经历这么难的，所以相对有运气的人的话，就得更珍惜机会。我觉得相比他们俩，我们是稍微有运气的。我肯定得承认我是有运气的，我很感激我的运气，否则的话，未必谁也不比谁差多少或者好多少。我觉得每个人的成功绝对有运气的成分在。对，我不相信有的人否定掉自己的运气，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刚卢玉姐说那个真的就是很对，我觉得人生就没有公平二字，这出生就不公平。网上那个梗嘛，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我含着我的舌头出生，就是这样，就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能说是公平的呢？就是不公平，对吧？但我还是相信人苦是没有白下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你虽然说你音乐剧踩了那么多坑啊，吃了那么多亏，北漂下那么多苦，但你在脱口秀舞台一下就绽放了，就是因为你音乐剧真的给了你积攒了太多，这个是很多脱口秀演员可能5年10年都达不到的功底。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那个机遇你抓住之后，可能一旦有另外一个机会，你上去之后前期的就是厚积薄发，你不知道积在哪儿发在哪儿，所以绝对是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而且我感觉你的出现在那脱口秀的阶段看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你5年前上台，观众不一定接受你，这是我的感觉。包括你的内容跟你的呈现也刚好
贴合起来了啊，就为你的绽放感到开心，真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人的成功真的都是时也命也，不可能抛开时代背景跟运气说自己能力有多大，我是不相信。我觉得这一点不经云应该感受太深，因为他就是一个个性非常，我们说是打引号的一个强，然后又个性张扬，个性非常鲜明。他一开始就是感受到观众对于他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因为他太鲜明了，他非常鲜明。而且你上得早嘛，你上得早之后，你发现哦，你是一个强势的、泼辣的，甚至我都不觉得土是一个缺点，但是大家会调侃说土的这样一个形象。刚开始上台的时候，观众就是在 diss 你。我跟你说一个最现实的，我们脱口秀大会第5季的时候，在青岛录制的时候，我刚开始上台的时候，观众特别，当然你自己也有问题，我也接受自己文本什么也有是缺点。观众是先热场的嘛，选手先上，然后选手一波一波进的时候，大家啊，广志啊，呼兰，然后我进去的时候，观众就啪安静，真的不夸张，全场安静，你就感觉到观众特别讨厌你的那种。然后我也是非常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气，你就坐在那儿。其实当时特别想哭，很想钻个地缝跑了，你知道吧？但是你当时就会觉得，哦，我一定得要撑住，有一天观众给你鼓掌的那一天，就是得撑住。就是刚开始出现的声音，你被骂就是被看见，你要这样想。我很赞同布姐前面说的。关于就是确实今年可能才是非常合适的时机，时运是我今年也能感觉到很重要的2个字。然后刚才说到呈现，是的，其实最开始我入行的时候，我很介意别人怎么说我啊，说丹妮是音乐剧演员，她有呈现，她这是她的一个优点加分，甚至可能最开始难听一点会说这是她走在绝境上。然后我是很抗拒的。今年比赛的时候，别人也会说啊，呈现型演员没有文本。我听这个的时候我很抗拒，我就特别希望我要成为文本演员，我向往成为那样的演员。但是更多的时候，因为我不想听别人再说我只有呈现没有文本，他是一个音乐剧演员，所以他有捷径，他有他的加分点，所以他就是比别人要更受人欢迎喜欢。但是你也要想，我是在12年的漫长时间里，我被放在了一个被凝视的客体的位置里，我已经被规训成了一个我可能一上台就已经知道什么样的做法就是让人更接受、更吸引、更入耳、更入眼，这种东西已经是我的行为惯性了。然后当你们就是一味的把这个呈现作为我的加分点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我的文本那么差吗？我的文本那么不好吗？我就更想追求文本了。所以那时候我去比赛的时候说，丹妮，那你现在就接受你是个呈现型演员，我就是稀巴烂的文本，我现在就是用我的表演，我就把我这个文本演到现在这个分了，你愿意吗？你接受吗？我也得接受，观众反正他接受了。当然，你的声音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所以我已经没有办法摆脱我是个表演型的演员的这个标签了。那我就是接受它，我就是要用文本把它演到及格，我接受它吧，我拥抱它吧。你相信你的文本肯定跟呈现是相辅相成的。是的，如果你没有文本在台上尬演，大家也会难受的。真的，没有人能够旱地拔葱，说一个真的稀烂的文本全靠表演撑起来，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是的，就像我第一场之后，我跟你讲，我说你等着吧，那些音乐剧导演不选你，有他后悔的时候。一旦你在这个舞台成了，就会有别的舞台的人想来抢你。是的，谢谢，这个对我的鼓励很大，因为一次正反馈，它带来的能量完全要超过你。尤其在这个舞台上，是的，太超过。在所有的舞台上，为什么说作为演员他有他特别脆弱的一点？我问过很多演员，现场他的所有的感官特别敏感，尤其是可能初期的新人，任何一人的一个动作，他会觉得我刚表演应该是不是很糟，他会非常的脆弱。而敏感，同样的一个反馈，不错。脱口秀也一样，你自己能感觉到，其实任何行业，你最后就会感觉，尤其你像咱这种上了10几年班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很多机遇就是有些贵人，但这些贵人是你自己铺路得来的，不是天降贵人的。有时候你的真诚呀，或者一些你的。
脱有舞台之后，你这几天当然肯定看到负评，还是会内心不舒服的，但是不是自信心会增加了很多？别说自信心了，还没有。我跟你说，我是特别害怕我骄傲，我是，我真的我会跟我的内容还没成功就开始反思，妈呀，预制反思。你知道吗？当我被通知来录制脱友的时候啊，我说别飘，我说别飘，姐成了。我的天哪！然后我就见我导演，我说导演完了，我现在已经开始看那个租更贵的房子了，我已经在看要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了，我是不是要骄傲了？他说这还行吧，这正常反馈。然后这2天我再跟编剧见面的时候说，不行，编剧，我的胜负欲要出来了。我不能再这样，我要骄傲了，因为你们在一直夸我不能再这样了。别，你跟我说实话吧，我就会这种情况冒出来，我很害怕。那个东西是真的，就是本能会出来那种心态，就是自信心和骄傲，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下之差。但是我发现我一到这种时候，我就会特紧张，就会更紧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之前也做过一个短片，得了一个柏林的声空入围，然后得了一个东京声空入围，我就觉得就是能有2个入围，我觉得很好了。但是我在结束之后，就别人一告诉我，哎，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就特别紧张。我就突然间在想，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怎么办？我感觉我每次就是在有一个小的成就之后，就是会得到了一个更大的压力。那听听前辈就经历过这个周期经历过的人，你有过这样的变化吗？心态的变化？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反思。我在舞台上赢了也会反思自己，输了也会反思自己。我觉得骄傲有时候也是一个正面的词语，因为我们从小可能就是太害怕自己骄傲了，一直会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就会让你落后。但有时候你没有这种骄傲，你一直在谦虚，你就像你说的，开放麦你都报不上了，你还咋骄傲呀？就是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还是要认可自己做的，但是当然大家不会自负了。我觉得会反省的人都很难自负。不是因为你隔一段时间，你如果真的得到了一个什么成就或者努力上了一个台阶，那别人会在想，那你下一级是什么？但这些真的都是别人对你的预设。但我觉得你自己完成了自己心里的，那说明你对你自己的要求还更高嘛，还没结束嘛。但你要知道，当你的生活发生改变，就你在开想我要能租更好的房子。如果这一季之后你能租更好的房子，然后你开始担心我自个儿是不是会骄傲的话，这说明这个节目成功了。对啊，这是这个节目成功重要的一个标志。但是物质的条件是很必要的，非常必要。你物质生活变好之后，其实你工作会更有动力。我现在就这种感觉，就是你开始挣钱之后，你跟以前生活特别拮据的时候，你心态呀，说通俗一点，你甚至都会变得比以前有格局。但我的自信的感受上就是，我好像在面对很多事情上，以前觉得是特别大的困难，但我现在觉得我可以从容一些了。以前我觉得别人对我的这个层面的负反馈，我特别难以接受。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对我的这个 judgment， 就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层面上的自信。就我再面对别人说，哎呀，今年是呈现演员的春天，我说是的，我可以接受这个。而且我觉得有一件事就大家要建立，就是这个配得感，就是我觉得配得感是怎么样才能够真的身临其境的去体会，就是你要学会去奖励一下自己。就是我们反思还是在反思，因为反思可以让我们成长，但是我觉得我只有今年才学会奖励自己。但我是觉得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命题，比如说我特别赞同在你们这个阶段，就是30多岁，我追梦追一段时间很辛苦，我获得阶段性的成功，要有配得感，要觉得自己很不错，得自信，得享受，哪怕偶尔的挑一点点，允许自己，总归你还会再回到地上的。但是我觉得不同阶段得有不同的主题跟命题，就这个时候必须得有他说的配得感。其实配得感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自信嘛，你得需要靠这个自信撑着，否则怎么走过这一段又一段挺难的路？其实就是靠这一口气儿。我一直觉得人只要你这口气儿在，他状态就会一直好。我特别明显感到我这气儿一直在，但这气儿想松是很容易松的。是的，你有这种感觉吗？对，尤其很难的时候，说松就松了。对，就是你不顺畅的时候，如果你那个念头稍微往左或者往右一下，
就前两天我打车的时候，有一个司机，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特别的热情，特别的友好。其实我那天心情特别荡，然后我说你今天是心情很好吗？他说没有啊，因为你一上车，就感觉你很礼貌，所以我就觉得你挺好的，想跟你多说2句话。我说哇，原来别人心情好不好，或者说了一句话，这个东西就已经能影响我非常大了。但是其实我能感觉到自信的时候，或者顺畅的时候，人就是会能带出来这些东西。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我今年才开始跑步，然后今年3·8妇女节的时候，我跟着我们跑团，就是跑那个胡同啊，什么就是什么五道营、国子监什么那样跑，见到一个女性，就跟她说节日快乐，节日快乐。然后呢，有2个80多岁的闺蜜一起出来逛街的，然后呢，有单独的一个小女孩特别难受的坐在一个路灯下，就是她看起来不开心。然后我也跟她说要快乐哟，然后我就走了。这整个这个路上，我觉得快乐是相互制造的，哪怕说他是不认识的，哎呦，那一天我超幸福。我特别认同，有时候你能够明显的感到你带给别人快乐和温暖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特别快乐和温暖，哪怕自己很累，你会觉得太值得了。尤其是陌生人的善意，其实是非常温暖。有时候就是这个温暖的一瞬间就被戳破了。有的时候我会管这个叫命运给你的一个小暗示。对，很浪漫。就会有这样的时刻。所以那天在街上被你说节日快乐的，说不定也被你治愈很久啊。是的，你想想，他可能很久也没有接受到陌生人给的善意了。邓路真的是一个，他是健身，然后他之前有个视频，但那视频我觉得就是一个搞气氛视频，他扛着那个机器跑那个跑步机，我刷到过那个，我觉得那个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去尝试。他那个是一个 AI 的博主，就是他用 AIGC 做动画的，但是他那个视频他没标注，他就做了一个摄影师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扛着摄影机，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视频就被一个官媒给转发了，就是把这个视频放在前面开篇，然后后面加了一个真的摄影师的跑步的，但是那其实是一个有点搞笑的视频，就因为那个官媒它太大了。就有很多的小的其他的新闻媒体也都转发了，而且转发都是说来自这家官媒。然后呢，很多的人都在那个视频下面艾特我，说那个您是不是这样训练？我一开始就出了一个口播的一个视频，我说不建议训练，你们别艾特我了，我说那个是 AI 什么的。但是好多人还在不停的艾特我，然后我说那我就拍一个视频吧。然后我就真的在健身房，然后呢就扛了，然后加了一个电影镜头。我在上跑步机那一瞬间，就是我自己觉得还能在一个控制范围之内，但是肯定到不了他那个程度，很危险。当时我的自己的感觉是在我能控制力范围之内。我说你们想看这个我上跑步机的视频，我拍了，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去做，危险，很危险。我自己的体感就已经很危险了，千万不要学习。我在上面把什么备注什么的加上，但是我觉得最起码我有一个警醒，就是下面有很多的人说啊很危险，请你不要做了。我说是，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大家要分清楚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开玩笑。所以你看，在这么一个随性的外表之下，他是高度自律。你是个高度自律的一个人，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律这个词儿挺刺耳的，而且我把自律这个词儿也放在我反讽的段子里了。我在为我喜欢做的事情，在做我每天日常该做的事儿。就好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是为了摄影健身所以才自律吗？我说因为我想做这个事儿，我没有说什么一定要我标榜自律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就把这个当成了一个也是反讽，就是我们这种导演，我自律，我得怎么着。我同意，因为你喜欢的所有的事儿，你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一个相应的生活方式。做你这件事儿背后只有这一种可能性生活方式，就是你得保持一个就是高体能，对，你得有肌肉强壮，对。我只有真的时时刻刻有一个好的身体去准备，我才能够去迎接我更多的挑战。我喜欢做事很认真的人，这事做得漂不漂亮我觉得再说，但是前提是要认真。对，你真的爱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你想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很多人还问我说这摄影机这么沉，说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就觉得你真的特喜欢这东西，你会觉得它沉吗？你不会，你扛着它的时候，你只有满心欢喜。各位都像他，你们都是这么爱着这个自己的事儿吧？
对，我觉得脱口秀也是。是的，虽然没有你们这么付出这么多的体力劳动跟这些坚持，但我觉得不同的付出，对不同的脱口秀演员最难的就是剖析自己。所以脱口秀演员的真诚太重要，但人尤其在社会中生活，你真诚的这个度其实你很难把握。我从音乐剧那边转行到脱口秀的时候，前2年其实我可能还没有感觉到，随着我做这个行业时间越来越长，我就越来越意识到、体会到，就是真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这行就是在锻炼我的心脏肌肉，常常你可能就是需要有一层这个东西，然后你在台上也是扮演的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但脱口秀其实就是讲自己，呈现自己，给别人看的就是最真的自己这个部分，所以你更需要的时间就是与自己独处，然后认识自己。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可能都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做功夫了。但，这次我们比赛，其实我也能意识到，就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会很打动人。我跟李梦洁结组之后，她就是经常就会跟我说这句话，她说就是你要完全的去打开和面对自己，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我以为我这样就已经算是非常面对自己了，但事实上还有108000里。所以脱口秀到后面，你真的会很多事情，一开始是愤怒的情绪，写着写着就和解了，经常会有这样的演员，写着写着和解了。我写着写着就愤怒了。不会，写着写着和解。我去年有一篇稿子，虽然现场是冰凉，但我真的原谅了我爸的好多事情。我写漏语，小时候那个自卑，然后我追同学，我会提前先到一个路口等他，说那个是我家，漂亮的家是我家。我后来写的时候，我有一天晚上就爆哭嘛，当时是跟鸟鸟一起聊那个稿子，我说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埋怨我爸，我住这个漏雨的家都让我住了10几年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他在这个家已经住了40多年了。他在他有能力的条件下，已经给我创造了一个，我就想到我就想到一个特别感人的点。我说我们家第一次那个厕所能冲水的时候，我爸来跟我说的时候都特别兴奋。哎，咱这次搬的这个家，这厕所能冲水，已经不是旱厕了，就是感觉我们家的生活质量已经提高一层。我刚说，我说鸟鸟，你知道我爸当时跟我说，我就在这哭，然后鸟鸟说，我理解你，我理解你，然后我就爆哭。就是过了那个情绪之后，其实很多愤怒的情绪，你写着写着真的会和解，你就真的是在写的时候，你就会和解很多事情。而且我觉得，当我们特别面对真诚的自己的时候，你在输出的，就是表达的时候，其实也更流动的顺畅了。就是你那个情绪的表达，就是你敢于非常直面的去让自己的情绪放出来了，那种感觉也特别得到释放。但真诚是一种能力，你得慢慢学会，他真得慢慢去学。我们就是像肌肉记忆一样，对，别人做件什么事，你说啊谢谢，是的，其实那一刻你未必是那样的感受。但脱口秀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先砸碎，重建一套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你真的觉得好，你才说好；不好你就说不好。这其实是很难的。对。然后我这次参加节目，就很多音乐剧演员知道我要上节目，他们就特别希望我能把我们现在行业他们非常不认可的那些乱象说出来，想让你替这个行业发声，解决一些事情。而且这还有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还要不要回去？我要。关键是你回去或者不回去，很多话你都不能讲。如果你不回去，好像你更不能讲，你就置身事外，就觉得有点胜之不武。对，就是你说的那个处理能力也不够，但是其实我也有这个感受。对，责任太大了。对，而且有些时候文本型演员责任还没到那。你说我现在目前呈现跟文本的问题都没解决，对，跟他们讲还解决，因为对，你说知道同行怎么 diss 我的吗？是的。我讲你说等一等，给我几年，我此刻是个呈现性演员。你说我想我把我的呈现先呈现完了再说。哎，他这是个好的一个回答啊。幽默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是的。你后来发现幽默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就是之前可能我会困在了一个我们这行业所有人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我们是电影人，我们只应该干电影，我们只应该拍戏，我们只应该做制片，我只应该做摄影，就是从来没想过我除了摄影之外还能做什么，反而自己做了很多的斜杠的工作，然后你会发现你现在可以你确实喜欢这个剧本，你喜欢这个电影，我可以放下一切的负担。所以你未来是要做一个说脱口秀说最好的电影导演？哎呦喂，真的吗？可以吗？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时代，包括这个流量网络，给大家很多的可能性。我觉得所有的人都
不再是一个某固定的职位了，任何人都可以做斜杠。我隆重介绍一下，我还有一个身份，我是腾讯娱乐戏中人栏目的 IP 主理人，主要是讲电影或者是采访一些电影导演啊、幕后啊、幕前一些故事。对，我之前也没有想到过我可以就是做什么主持啊这种的职业，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给我的生活中加了很多的色彩，而且我会为此而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对，我就觉得人生真美好。首先还是这个时代，就你有了一定的流量，有了知名度之后，你就会有这些可能性。没错。但那如果有些人他就是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也得要坚持，因为如果你不坚持的话，他就什么可能性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我一直是我这2年的座右铭：坚持就是胜利，但是你坚持错的依旧是失败。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老要反思？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坚持的事情是不是对的。我特别赞同你说的这个，但是呢，凡是真的是两面，要坚持错的就是个错误，但在多长的时间段内，你可以断定这是一个错误。很多时候阶段性的，就是你的定义是什么，谁来定义，还有在什么样的时间段之内可以决定我过往的一段创作、一段经历，结果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个事给我很大的启发。当然，电影它是个特别的一个参照物，因为电影这个作品可能你要太宏大了，对，当时看可能就是个烂片，过了10年看，哎，很经典嘛。对。所以我说他讲的有道理，但是有的时候，我的一个判断就是，当我人生没有那么顺的时候，我反而得相信我可能坚持未必有错，但如果此刻太顺了，我可能反而得当心。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老百姓。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资源，所以我自己比较受用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时间节点，你不可以无休止的坚持下去。如果你坚持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它还没有反馈，命运还没有给你反馈的话，你马上换，即使是你觉得再舍不得。就是这个时间，这个试错成本，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残酷，说时间已经开始很紧急了啊，你得选择往左往右。你有过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吗？没有很明确，但是他俩的感触，我觉得都是，我感觉人有时候是需要挫败的哈，一下不把你打到谷底，你还觉得这条路有走，就是真的是之前王志给我说了一句话，我还挺震撼。他之前说他干脱口秀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没有退路。他说不姐，人有时候没有退路的时候就是最好的路。因为你没有退路就可以随便走了，是那种感觉，就是把你逼到那个绝境之后。我也是以前上班上了第9年的时候，还是没有起色，我就当时不知道为啥就死磕单位那个管理层，因为我觉得我能胜任这个，但我现在回想，我要是领导，我也不会让我干的，因为你的性格，你真的不适合干这个岗位，你干一个管理岗位，你不光是你的工作能力，你各种综合条件领导都得考虑，但当时就不服气。上一季遇见他们也说了吧，自己干上胆结石，回家尿血。我就纯工作狂，不喝水，不可能浪费1分钟时间那种，疯狂加班，然后最后胆结石，大年30在医院做手术还做失败了，就那种。然后你一是遭受一个身体的大的变故，二是我是为什么当时一定要干脱口秀了？我真是觉得脱口秀能挣钱。我当时工资也很低嘛，而且我当时我女儿已经2岁了，我还在租房，而且我老公的性格我是知道跟着他不可能吃香的喝辣的，也别说吃香的喝辣的，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平淡且忙碌的生活，但我知道我俩肯定会幸福，但是你这个幸福是有度的，你物质条件达不到，你俩的幸福会变质的。我说不行，咱俩得有一个人跳出这个舒适圈了。我说我先跳出去。然后当时在西安接触的脱口秀的时候，一场给我200，太开心了，一场200，我1周演4场就是800，这1个月你敢算，跟工资差不多了。对，太开心了。而且我第一次接商演，你知道是个什么商演？是一个大的汽车品牌的一个车友会，然后我当时他们是2个包间，中间有个门框。我骑在那个门框上讲，
我不知道该对着哪边抛梗。两边包厢里都是客人，我怎么弄呢？我说哦，尊贵的什么什么某汽车品牌的车主啊，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加入你们的什么什么，先调侃自己，后来发现人根本就不在乎你，他们只是以这个契机组成一个团，那个活给了我800，我开心死了。你知道，所有演员当时都跟我说布姐，我跟你说这种所谓的商演走穴，这就是精神补偿费，这800、1000就是弥补大家心灵的。我说你们就是没吃过苦。当时我当时就是那个味儿，说教味儿都上来。我说我不觉得这个钱难挣啊，我也觉得，对我也能忍。我当时就给老板说，我说一会儿这种活大家觉得是精神损失费都可以找我。然后真的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的自尊心比别人低，我也可以。对，我就说你找我。然后第2年的时候有一个跨年，在西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场，说商场需要一个，就涨到1500了。我说我的天，讲15分钟就给我1500啊！这把我1/3工资给出去。我说走，我去。到了那个现场之后，因为当时是那个跨年，大家都在那中厅领气球，带着小孩，根本就没人听脱口秀，那就不是讲脱口秀的场域。路过的游客没有一个人看我，顾客什么。然后我跟我老公一起去的，我说你站在我3米远的地方，你就给我一个指点，我就对着你讲。然后他说行。哎呦，我跟他有同感。我也是12年开始工作，那时候是200一场，咔咔一顿演，非常累，4点就得去化妆，10点才能下班。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我以前那个苦，我是很累的，真的非常累。他们有那个摄影的500俩机位包剪辑。对，所以我觉得苦难是没法比较的，永远都比你更辛苦的人。对，所以我觉得人有时候往上看一看，也往下看一看。我很多人生撑不住，我都是想我已经比别人好太多了，就不要再就坚持吧，我就会这样想。你讲脱口秀还能逗大家笑，还能站在舞台上，你享受着灯光、掌声是吧？大家的笑声，1小时就给200，不错了。所以后来就会觉得慢慢干，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很有干头吧。我觉得还是得到正反馈了。能看到希望真的是一个，对，看到希望很幸福的事情。跟自己以前比，我觉得自己有进步就特别好。老说不忘初心，但其实初心和你后来的成长会发生一些改变，因为我们初心很简单，我赚钱养活自己啊，这是初心呢，这初心的很大一部分。但你慢慢能力越大，就是责任越大。所以我们不要用别人的，就是最大的那个运气去赌我们平凡的人生，这个你就没有对赌的可能性。人生有时候是需要随遇而安的。我觉得很多人，我干脱口秀，你今年第6年，很多以前遇到很多演员说我要把这个脱口秀肯定要干一辈子，第2年就跑了，一看红不了火不了就着急了。我从来不做这种设想，说我要把脱口秀干什么一辈子之类的话，我就觉得不需要抱那么大的梦想，我觉得就是现实一点去考虑。如果你不说脱口秀，靠什么为生？我应该会去搞个销售之类的，我还是爱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给别人推销一些东西，而且我喜欢室内的装修什么的，以前也学过设计，有一点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儿，我喜欢跟人的沟通的工作，我擅长给人情绪价值。这个世上其实不存在所谓坚持的事儿，因为我一定不是靠坚持走到什么过了你工作33年。如果市场不给你这个机会，别人没有人给你这个舞台的话，你只靠自个儿瞎坚持不了的。我在拍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有一些成长，也有意思的。我就自己觉得，我有一些多样性去发展。就像如果你没有短视频，我们肯定是不太了解，因为我不对摄影界感兴趣的话，也是刷到你的视频呀、切片呀，我觉得是人就是会自己找路嘛。对，我觉得只要让自己发光，我觉得得先被看到。对，有很多方式被看到，被看到以后才有很多的可能性。今天是4个怪人的聚会，火了，锻炼我的幽默神经元。让我失望的地方就是太公平了。他以为自己是皇族，以为必须捧他。打谷子的时候，谷子就飞到耳朵里面去了。它以我的身体来作为养分，生根发芽。我甚至还被那个泥石流淹过车。当记者的时候，我还被挟持做过人质。我都想给你跪下了。现在你太神奇了。小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父母的情绪真的就是天大的事儿。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对小孩是有巨大的影响的，这是我切身的经历。我不会去通过别人怎么对我来去影响我自己的生活。生活的本质其实是需要如此的。你需要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我要什么。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好继承，但是我觉得我继承了最好的东西。